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你想玩 Stable Diffusion 或者 Flux 这样的 AI 绘画模型，你需要什么样的电脑硬件的配置？先说结论啊，最重要的配置就是显卡、内存和硬盘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电脑在使用 Stable Diffusion 或者 Flux 这样的大模型时，它会尽量的把这些模型或者数据存放在显卡的显存中进行处理，因为这里处理的速度是最快的。然后如果显存不够的情况下，它会去存在电脑内存里。存在电脑内存里的话，处理起来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显卡，这里有一张表格，这个是 Stable Diffusion 官网上的一个表格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纵轴上是各种 AI 模型，横轴上是不同的显卡型号。这个绿色的勾啊，就表明当前这个模型在这个设备上可以正常的运行，而不需要做一些性能上的取舍。这个黄色的感叹号就表明，如果你想运行的话，就需要对这个模型做一些调整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table Diffusion 3.5 Medium， 这个3.5是 Stable Diffusion 的最新的版本了。然后它这个3.5分为了3个不同的型号，一个是 Medium， 一个是 Large， 一个是 Large Turbo。可以看到 Medium 的话，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RTX 3080就可以跑了。这个 SD-XL 是 Stable Diffusion 的之前的一个版本，它要想跑的话就需要4060 Ti。看到这里还有 Flux 它的要求就比较高了，不过好像也没有这么高吧？我记得这个4090应该是可以跑的，这个 Flux DEV 啊，这个是一个大概的给你一个参考嘛，因为它毕竟是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官网上的这个数据啊，可能对于其他模型来说不是太准确。你可以对照一下你自己的电脑，如果你想要玩这个 Stable Diffusion 或者 Flux 的话，我建议的话是最少要到4060 Ti 这个 level， 显存要尽量大一些的，因为我之前也讲了嘛，就是它会优先在显存里面去处理这些模型啊、数据什么的，显存里处理的速度是最快的。然后的话，优先选择英伟达的显卡，因为英伟达的显卡在处理这些 AI 模型的话，应该会快不少。当然，这个显卡也是最贵的一个配置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4090的话，就要2000多刀了。这个4060 Ti 16G 的大概500多刀，这个需要你自己取舍一下。我目前的话用的就是这个4060 Ti 16G 的，目前感觉还是够用。你像我用 Flux 的话，就用 FP8 版本，然后我之前用的还是这个1060 Ti 啊，显存4G 的那张显卡，用 Stable Diffusion 1.5 版本，还是可以用的，但是就是出图比较慢，所以当我用了4060 Ti 之后，就感觉就是起飞了。这个速度还是很重要的，速度太慢，你都不想玩，你玩着玩着你就不想玩了。好，然后显卡说完了，就是内存。内存的话，内存其实比较便宜啊，而且像内存的话，一般到32G 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就是32G，基本上目前来说应该是够用的，而且内存条比较便宜嘛。你要先看一下你的硬盘支持多大的内存，然后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这个配置啊，就是硬盘呢。其实这个硬盘也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你这个模型文件很大嘛，你读取或者存储的时候花费的时间就比较长。如果你使用过这个 Coffee UI 或者是 Web UI 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在一开始加载模型的时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。
如果你换一块这个 SSD 的话，应该速度会提升不少。而且我看到现在有那种外接的 SSD，就像这种的，这种外接的 SSD 还是比较方便的，它的传输速度也很快，价格也不贵。你像一个 TB 的话，基本上够用了。你就用这张 SSD 啊，就专门放这个 AI 模型。你包括你用笔记本的话，也可以用这个，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好了，关于这个硬件啊，今天就聊到这里啊。回头把这个几个链接地址放在视频下方，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点进去看对照一下，参考一下。